你好，我们知道你希望快速又深入地了解事物。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梳理一下你手头这些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资料。咱们聚焦那些，可以说是塑造了我们文化节奏和集体记忆的重要日子吧。我们会一起探寻这些节日背后的故事啊，习俗是怎么变的，还有它们深层的文化含义。准备好了吗？开始吧。是的，中国的这些传统节日啊，它远远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标记，或者说放个假那么简单。它们其实是一种流动的历史，也是我们情感的一个容器，里面承载了很多古老的智慧啊、生活哲学啊，还有一些核心的价值观。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节日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以及为什么说理解它们对我们把握中国文化那么重要。好的，那我们就从这个分量最重的节日开始，春节。你肯定很熟悉了，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对吧？特别热闹。但往根上说，他们最早是什么样的，有什么讲究？这春节的源头听起来就挺神秘的。对，春节这个源头啊，确实非常古老，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时期。那时候还是农业社会嘛，有一个叫腊祭的仪式。腊祭？腊祭就是在年底，农活忙完了，人们要祭祀神灵啊、祖先啊。一方面是感谢保佑，另一方面呢，也是祈求来年能够有个好收成。这算是春节最早的文化基因了。腊祭这名字听着就很有仪式感。那它后来是怎么一步步变成我们现在这个过年的呢？这里面有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汉代。汉武帝那时候正式把农历正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就是所谓的岁首。岁首。对，就这个后来的春节定下了这个历法的基础。然后呢，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啊，融合啊，到了宋代的时候，好多习俗就已经跟现在非常接近了。宋代就接近了，比如呢？比如贴春联，当然那会儿还不叫春联，叫桃符。桃符我知道，好像是辟邪用的。对，就是那个意思。古人觉得桃木能驱邪嘛，就挂在门上。还有像除夕守岁啊、新年去拜年呢，这些仪式在宋代都已经相当成熟了。桃符驱邪这个有印象。那像放鞭炮还有吃的方面特别讲究的，比如北方吃饺子，南方吃年糕，这些是大概什么时候定下来的？这个放鞭炮啊，还有这些特定的年节食品，主要是在明清时期就比较普遍，然后固定下来了。吃这里面肯定也有讲究吧？那当然了，这些选择可不是随便选的。比如饺子，你看它那个形状，像不像古代那个货币元宝？还真是，对吧？所以吃饺子，它就不光是为了吃饱，为了团圆，它还寄托了一种招财进宝的好愿望。还有年糕呢，就是取那个年糕的谐音，年年高升那个高。没错，寓意生活呀、事业呀，一年更比一年高。所以你看，这些吃的本身，它就带着非常具体、很形象的新年期盼在里面。哇，原来是这样，食物本身就是一种祝福的符号。那个流传最广的年兽传说呢？这个咋回事儿？它跟这些习俗是什么关系？说起年兽这个传说，它确实是解释春节这些习俗最生动，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故事了。就是相传啊，古时候有种怪兽叫年，特别凶，总是在除夕这天晚上跑出来害人。后来呢，人们就发现啊，这个年呢，它怕几样东西。怕什么？怕红色，怕大的响声，还怕那个亮光、火光。这不就对上了吗？没错，贴红色的春联、福字，放那个震天响的鞭炮，家家户户点着灯守岁，原来都是为了吓跑那个年兽。对，就是这个逻辑。虽然它只是个传说，不是真的历史，但它特别准地抓住了春节最核心的一个文化诉求，就是驱邪纳福。驱邪纳福。对，人们通过这些很有象征意义的活动来表达一种愿望，把不好的东西赶走，把吉祥好运请进来。这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面对时间更替的时候，祈求平安幸福的一种集体性的仪式。驱邪纳福，这个核心抓得特别准。那春节的热闹劲儿过去之后，
紧接着就是正月5元宵节，张灯结彩、吃汤圆、猜灯谜，也是一片喜气洋洋的。这些热闹的习俗又有什么文化内涵呢？元宵节也叫上元节，它常常被看作是，整个春节庆祝活动的一个高潮，也是一个圆满的收尾。关于它的起源呢，有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跟汉代祭祀一个大神，叫太一神有关系。太一神？对，据说是汉武帝，他会在正月15晚上点上灯来祭祀，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什么的。后来这种仪式呢，就慢慢从宫廷传到民间，变成了大家赏灯、闹花灯的习俗。看来元宵节从一开始就跟灯分不开。那它历史上最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要说元宵节最鼎盛的时期啊，那得是唐代了。那会儿了，首都长安元宵灯会，那真是，哎呀，不夜城。官方会取消宵禁，连着3天3夜灯火通明。3天3夜？对，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能上街看花灯，玩各种游戏。猜灯谜也是那时候开始流行的。那真是一场全民的狂欢节。哇，那场面难以想象，比现在跨年还闹呢。那宋代呢，有没有什么新花样？宋代啊，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把元宵节这个娱乐性啊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除了灯本身做得更精致以外，还增加了很多表演，像舞龙啊、舞狮啊、踩刀鞘、划旱船什么的，各种民间杂耍表演都出来了，节日气氛就更火爆了。好玩的好多了。再说说吃的，元宵节得吃汤圆，或者叫元宵。这个圆滚滚、甜甜的东西，象征意义应该挺明显的吧？对，这个寓意特别直观，也特别美好。汤圆或者元宵，你看它形状是圆的，对吧？这就象征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然后呢，里面的馅儿啊，大多是甜的，像芝麻、豆沙啊、花生啊这些，这就寓意着新的一年日子过得甜蜜蜜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物，寄托了人们对家庭、对生活最朴素的一种祝福。形状和味道都代表了美好的愿望。我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习俗叫走百病，听起来有点意思。哎，对，走百病，这是元宵节一个挺有特色的旧俗啊，尤其是在明清那会儿，妇女们比较流行。他们会在元宵节晚上啊，约上伴儿一起出门。出门干嘛呢？就散散步，或者专门去过桥。有的时候还会特意去摸城门上的那个门钉。摸门钉，对，因为丁和那个子孙后代的丁是谐音嘛，有多子多福的意思。他们相信这样做啊，可以把身上的病气、晦气都走掉，保佑一年健康康康的。这其实也反映了古人对健康长寿的一种，很直接、很朴素的追求和祈愿方式。明白了。好，我们稍微小结一下。春节的核心是驱邪纳福，元宵节是团圆甜蜜，都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我们看看清明节，这个节日给人的感觉，有点特别。它既是节气，指导农业生产，又是很重要的祭祀节日。习俗里面既有去扫墓的那种凝重和哀思，又有出门踏青的轻松愉快，这两种感觉上有点矛盾的情绪和活动，是怎么会放在一个节日里的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正好触及了清明节最核心的一个特点。清明啊，它确实是一个文化融合的结果，它的形成主要是吸收融合了古代另外2个节日的习俗。哦，另外2个？一个是寒食节。哦，寒食节我知道，纪念介子推那个是吧？就是不生火，吃冷的东西。对，就是它。还有一个呢，叫上巳节。上巳节这个有点陌生。上巳节一般是在农历3月初3，在古代啊，这是个水边的节日，人们会在这一天跑到河边啊、湖边啊，搞一个仪式，叫伐系。伐系怎么讲？简单说，就是用水洗洗身体，象征性的把过去一年的脏东西、不好的运气都洗掉，用一个干净的身心来迎接春天，祈求健康平安。所以上巳节本身是带着一种清洁、新生、挺欢乐的调子。哦，明白了。所以清明节就是把寒食节祭祖的传统和上巳节踏青迎春除晦气的习俗给结合到一起了。对，可以这么理解。
寒食节的祭祀就慢慢演变成了清明节核心的扫墓祭祖，这体现了咱们文化里很强调的慎终追远的观念，就说不忘本、追思祖先，这是维系家族情感、传承技艺的一个重要方式，所以自然会带着一种庄重缅怀的情感。那踏青那部分呢？踏青呢，则是因为清明这个时候正好是春天嘛，天气暖和了，花儿也开了，草也绿了，到处都是生机。人们过了一个冬天，就想出门走走，到郊外去呼吸点新鲜空气，看看春天的景色，活动活动筋骨，心情也舒畅了。所以这部分呢，又充满了轻松啊、愉快啊，还有对生命的欣赏和赞美。一边是回看过去，连接根脉比较近；一边是拥抱现在，感受生机，比较动。非常准确，就是这种悲和喜、肃穆和欢愉的交织，它恰恰展现了咱们中国人一种很独特也很有智慧的生命观、生死观。就是说，既要尊重过去，怀念逝去的人，也要珍惜眼前的生活，积极乐观地去感受自然，享受生活的美好。这是一种在生命的循环里找平衡、找和谐的文化表达。这种平衡感确实很值得体会。好，说完了春天的清明，我们来到初夏，农历5月初5，端午节，家家户户吃粽子、赛龙舟，门上还有挂艾草、菖蒲什么的。这些习俗好像都跟那位投江的爱国诗人屈原有关。屈原的故事啊，毫无疑问是端午节流传最广、影响也最深的一个核心故事了。公元前278年嘛，楚国的诗人屈原看到国家要亡了，心里又悲又愤，就在5月初5这天跳进了汨罗江。传说啊，当地老百姓知道了以后，特别悲痛，所以后来就把粽子扔江里，是怕鱼虾吃屈原的身体；赛龙舟是为了捞他。对，这是最大众化的一个解释。老百姓用叶子包上米饭扔到江里，希望鱼虾吃饱了就不去伤害屈原的身体了。然后大家划着船，就是龙舟最早的样子，争先恐后的去打捞，这就演变成了赛龙舟。所以这2项最重要的习俗，确实都和纪念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者联系得非常紧密。但是我好像也听过一些说法，说端午节的起源可能比屈原还要早，跟古代的一些习俗有关。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从民俗学啊历史源头来看呢，端午节更早的起源很可能跟古人趋利避害、强身健体，特别是和祛病防疫这种实际的需求关系更大。祛病防疫，这怎么说？在古代的观念里啊，农历5月被看作是恶月，不好的月份。5月初5这天更是恶月恶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夏天刚开始，天气一下子就变得又湿又热，蚊子啊、苍蝇啊、各种毒虫啊都开始大量繁殖了。古代卫生条件不好嘛，各种传染病也容易在这个时候爆发，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需要特别小心防范的季节。所以像挂艾草、菖蒲，还有带香囊，都是为了这个。真是，艾草和菖蒲都有那种特殊的香味儿，古人就相信它们能驱虫、辟邪、净化空气。带的那个香囊里边呢，通常会放一些有香味儿的或者有药用价值的植物药材，用来提神醒脑，赶走不干净的气。还有喝雄黄酒的习俗，古人认为雄黄能杀菌解毒。当然了，这里我们必须得强调一下，现在的科学已经知道雄黄是有毒的，喝雄黄酒对身体有害，这个老的习俗我们今天绝对不能再模仿了啊！明白，安全第一。所以端午节最早的功能更像是一个卫生防疫节。可以这么理解，它首先体现了古人在特定的季节条件下对健康的关注和对生存环境的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后来呢，屈原那个感人的爱国故事加了进来，就给这个本来带着点驱邪避瘟色彩的节日注入了非常崇高、非常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气节。人们纪念屈原，不光是同情他，更是敬佩他那种忠诚不屈、心系百姓的品格。这就让端午节超越了一般的时令习俗，变成了一个传承家国情怀、激发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符号。原来如此，历史一层层加上去，节日的内涵就越来越丰富了。好，我们顺着时令继续走，
来到秋天，农历9月初9是重阳节，习俗有登高、插茱萸、喝酒花酒、吃重阳糕什么的。这些活动又分别有什么说法和寓意呢？重阳节这个名字的来由啊，挺有讲究的。在咱们传统文化里，数字9是阳数，《易经》里阳爻就用9来表示。9月初9呢，月份和日子都是阳数9，两个阳数重叠了，所以就叫重阳。双倍的阳气，那听起来应该挺吉利的吧？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古人反而觉得阳气太盛了，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事，容易招来邪气或者灾祸。所以啊，重阳节最早的一些习俗，恰恰是围绕着辟邪攘灾来的。哦，那古人是怎么在重阳这天辟邪的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方式，比如登高，人们相信呢，到高处去就能躲开低处的邪气和瘟疫。登高是为了躲避。对，还有插茱萸。茱萸是一种有特殊浓香味的植物，古人认为带上它就能辟邪、驱虫、去湿气。再有就是喝菊花酒，秋天正好是菊花开的时候嘛，菊花被认为能清热解毒、明目长寿，所以喝菊花酒也被赋予了祈求健康长寿的意思。登高避祸，插茱萸驱邪，喝菊花酒养生，最早都是为了趋吉避凶，求个平安健康。那后来又是怎么跟敬老联系上的呢？重阳节里面包含敬老、思念亲人的意思，其实在唐诗里就已经能看出来了。比如王维那首诗，大家都知道的“9月9日忆山登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写的就是重阳节这天，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想象家里的兄弟们登高的时候都带着茱萸，唯独少了自己一个。那种思念亲人，特别是长辈的情感就特别浓。后来呢，这种关爱、尊敬长辈的文化内涵就越来越突出了。现在咱们国家更是把农历9月初9定为老年节，提倡全社会都要尊老敬老、爱老助老。这正是对咱们传统文化里宝贵精神的一种继承发扬。这个传承确实很有温度。那吃重阳糕又有什么讲究呢？吃重阳糕啊，主要是讨个好彩头。彩头？对，高和那个高低的高同音嘛。人们在重阳节吃糕，一方面是取它步步高升的意思，祝自己或者家里人在学习啊、工作上啊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家里的老人能高寿，就是健康长寿。这是一种挺简单也挺美好的祝福方式。好的，重阳节的寓意也很丰富。除了刚才聊的这些比较有名的节日，资料里还提到了冬至和腊八节，它们也挺有特色的。比如冬至，据说在古代地位特别高，甚至有压岁的说法，就是仅次于新年。这是为什么呢？确实，冬至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节日。它的确定啊，是源于古人对天象的精确观察。古人通过看那个日影的长短变化，比如用那个圭表来量，很准确地测出来，冬至这一天，白天是一年里最短的，夜晚呢是最长的。这是天文学上的一个转折点。对，没错。在咱们传统的阴阳观念里呢，这被认为是阴气达到了顶点，开始衰落，然后阳气开始慢慢萌发回升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所谓的阴极之至，阳气失升。阴极阳生。对，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刻。它标志着漫长寒冬里最黑暗的那个点已经过去了，光明的春天就要开始回来了，万物的生机又要重新开始了。所以呢，古人就把这一天看作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值得庆祝的好日子。原来是庆祝阳气开始回来的日子，难怪地位这么高。那冬至的习俗呢，是不是也有吃饺子、吃汤圆的说法？是的，北方就流传那个俗语嘛，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当然，这更多是种有趣的说法，核心还是取饺子形状像耳朵，有保暖、驱寒的意思。同时，饺子也象征团圆。南方地区呢，就多数是吃汤圆，同样也是取团圆美满的意思。此外啊，还有一个特别有诗意，也很有生活智慧的习俗，叫数九，就是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天，那个数九。对，就是它。从冬至这天开始算起，每9天算一个9，然后就数19、29、39，一直数到99、81天结束。99、81天。
到那时候啊，通常就已经是大地回春，天气暖和了。这种数九的习俗啊，它不仅是一种记时间、感受气候变化的方式，更包含了人们在冬天里耐心等待、盼望春天到来的那种殷切的期盼。这个习俗确实把对时间的感知弄得很有画面感。那腊八节呢？农历12月初8喝腊八粥这个习俗又是怎么来的？腊八节的起源啊，一般认为跟佛教文化有关系。相传的这一天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啊，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的日子。哦，释迦牟尼成道日。对，传说他成道前身体很虚弱，有个牧女就供养了他一种用奶和米煮的粥，叫乳糜。后来呢，佛教寺院为了纪念这件事儿，就在每年的腊月初8这天，用各种米呀、豆子呀、果仁儿什么的熬成粥来供佛，然后也分给信徒们吃。这种粥就叫腊八粥。所以腊八粥最早是带点宗教纪念色彩的。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习俗传到民间以后呢，就慢慢跟咱们本土的，比如说年终祭祀，就是腊祭，12月也叫腊月嘛，还有庆祝农业丰收的传统结合起来了。到了腊月初8，快过年了嘛，各种粮食呀、作物啊都收回来了，东西最丰富。人们就学着寺院的样子，用好多种的谷物、豆类、坚果、果干等等放在一起，精心熬成内容特别丰富的腊八粥。用这么多材料一起煮，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这里面至少有2层意思。一方面，用这么多不同的食材，象征着过去一年五谷丰登、物产丰富，是对丰收的一种庆祝和展示。另外一方面呢，一家人坐在一起吃腊八粥，也寓意着和聚万物、团圆美满。同时呢，也包含着向神灵啊、祖先啊祈福，希望来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健康的那种好愿望。直到今天，很多地方还保留着煮腊八粥，跟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一起分享的习俗。它传递的是一种温暖、一种祝福，也是对富足生活的一种感恩和期盼。所以你看，这样一路梳理下来，就会发现这些传统节日啊，它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互不相干。它们就像一串珍珠项链，把我们的生活和自然的节奏串联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充满人情味儿和文化意义的时间体系。从春节盼望团圆、辞旧迎新，到清明追思过去、寄托哀思；从端午强调家国情怀、祈求安康，到重阳尊敬长辈、登高望远，再到冬至感受阴阳变化、盼望春天，还有腊八品尝丰收、祈福感恩。感觉他们就像是给我们的生活打上了一个个很重要的情感标记和文化标记。对，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宽一点看，确实是这样。每个节日它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生活的仪式感，他们在特定的时间点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大家普遍认可的比较恰当的方式，来集中的表达一些复杂的情感，不管是高兴啊、思念啊、敬畏啊、希望啊，还是感恩。同时呢，这些大家一起参与的仪式活动，也特别能加强家庭内部邻里之间的感情联系。而且，他们也成了咱们民族的文化记忆啊、核心价值观呐，一代一代传下去的重要载体。的确是这样。在了解了这些节日背后的故事啊、象征意义啊，还有文化演变之后，感觉他们就不再是简单的日历上的一个假期提醒了，或者说不再是一些按部就班的，好像有点形式化的活动了。每个节日背后都沉淀着历史的温度，有生动的故事，还有古老的智慧在里面。希望我们这次一起做的这个梳理和探讨啊，能让你对这些可能我们平时已经很熟悉的节日，能有一些全新的看法，或者更深的体会。好了，那我们这次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深入探讨，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你的聆听。也越来越多，很多传统好像都在慢慢变淡的时代里。这些古老的用来标记时间、凝聚感情、承载文化的传统节日，还有他们的仪式，对我们现代人，对我们自己来说，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呢？我们又能怎么从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里吸收营养和智慧？甚至我们是不是也能结合现在的生活，给自己、给身边的人，创造出一些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同样有意义的新的仪式呢？这个问题啊，就留给你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去品味、去探索吧。